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Perry Kaufman 的交易系统与方法。作者 Kaufman 曾参与美国宇航局双子星计划的轨道导航控制工作，随后他将航空航天领域的复杂系统工程与计算模型应用到交易策略、风险控制与投资组合管理，成为系统化交易领域的早期探索者，并于1995年提出了后来被 TradingView 等主流交易平台收录的考夫曼自适应移动平均线。交易系统与方法是程序化交易与量化分析的基石之作，它系统梳理了趋势跟踪、均值回归、图表形态和套利等主要交易方法，讲清楚怎样把对市场的判断落实为具体的入场、离场和止损规则，并用历史数据检验这些规则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的收益、风险和失效条件。这本书不追求准确预测每一次涨跌，而是强调在有利的行情中捕捉机会，在判断错误时及时止损，并根据市场变化不断调整交易方法。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作者是如何穿透市场的随机噪音，建立起一套能够应对未知变化的稳健交易框架的。在金融研究中，存在一种随机游走理论 （Random Walk Theory）。这种观点假设，从昨天到今天，价格的涨跌方向不存在连续关系。市场会迅速消化所有新闻，价格的每一步变化都难以预测，最终在供给与需求之间找到一个随机的平衡点。在这个假设下，价格变化经常被描绘成一条左右对称的中型曲线，也就是正态分布 （normal distribution）。然而，真实市场并不完全符合这个假设。许多对冲基金、衍生品基金和系统化套利程序已经保持了20年甚至30年的可靠运行记录。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算法策略都能盈利，但至少说明价格并非绝对随机，市场中确实存在可以识别和利用的规律。价格也不只是对已经发生的新闻做出反应，更会提前反映交易者的预期。假设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Federal Reserve System 1年内已经2次降低利率，而经济仍未明显好转，市场自然会预期第3次降息。大量交易者会在正式消息公布前调整仓位，推动相关资产提前到达新的价格水平。当多数人形成相同预期时，价格便会沿着一个方向持续运行，形成趋势。价格分布同样不是左右对称的。1980年1月，黄金价格一度达到每盎司800美元，但在此后将近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金价一直停留在250美元到400美元之间。假设平均价格为325美元，标准差约为140美元，那么185美元和465美元与均值的距离相同，按照对称分布，两者出现的概率应该接近。但真实市场并非如此，金价长期受到生产成本和实际需求的支撑，却可能在供需失衡时短暂冲到800美元。这种远离均值的极端行情会在价格分布图上拖出一条长尾，也就是后尾 fat tails。 大豆、咖啡等农产品一旦因为自然灾害出现短缺，恐慌性买盘也可能在短时间内把价格推到极端高位。极端行情出现的频率远高于正态分布模型的估算。交易者如果低估这些尾部风险，在精密的交易系统也会在一次异常行情中遭受重创。面对这些不对称的价格，交易者需要比均值更准确的度量工具。把过去每天的收盘价划分到不同的价格区间中，就能得到一张频率分布图。1985年到2010年这25年间的小麦价格呈现出非常典型的诱偏形态。将价格划分成20个区间后，可以看到小麦的平均价格为每蒲舍尔 3.62 美元，大部分价格集中在 2.50 美元到 4.00 美元之间，最常出现的区间是 3.50 美元到 4.00 美元。在分布图左侧， 2.50 美元附近形成了明显的低价边界。
这个价位接近农场主的生产成本，一旦价格继续下降，种植者会减少出售，政府的最低价格支撑政策也可能介入，低价区因此受到限制。分布图右侧则拖出了一条长尾，一直延伸到接近10美元的位置。小麦价格的标准差约为 1.16 美元。按照正态分布计算，平均价格向上移动 3.5 个标准差，对应的价格约为 7.68 美元，理论上已经能够涵盖几乎全部数据。但实际高点仍接近10美元，说明供不应求引发的高价行情远远超出了正态模型的预期。测量这种不对称程度的工具叫做偏度 skewness。 大部分食物商品，包括谷物、能源和金属，都会呈现正偏分布，价格在生产成本附近停留较长时间，一旦供给不足，价格会迅速上涨，但高价维持的时间很短。正偏越明显，分布图向右伸出的尾部就越长，均值也越容易被少数极端高价拉高。除了偏度，价格分布的集中程度也包含重要信息。风度 kurtosis 用来描述分布形状是尖锐还是扁平。正态分布的风度基准是3，减去3后得到的数值叫做溢出风度。当溢出风度为正时，大量价格集中在均值附近，分布途径而窄，通常对应价格在有限区间内反复震荡。当溢出风度为负时，价格覆盖的范围更广，分布图趋于扁平，往往说明市场正在沿一个方向运行。偏度告诉交易者价格更容易向哪一侧延伸，风度则帮助判断市场更接近横盘还是趋势状态。从长期的价格分布回到每天的行情走势，市场中还充满了干扰判断的噪声。噪声是围绕基础价格方向反复出现的不稳定波动，它和波动率并不是一回事。一段行情可以每天大幅波动，却始终沿着一个方向运行，也可以看似波动不大，却不断来回反转，始终没有产生有效位移。测量噪声最清晰的工具之一是效益比率 efficiency ratio， 它用一段时间内价格的净变化除以每天价格变化绝对值的总和。假设某项资产从440美元涨到475美元，净变化只有35美元，但中间反复震荡，每天价格变化的绝对值加起来达到595美元。用35除以595，效益比率只有 0.06， 说明大量波动都消耗在来回拉锯中，噪声很高。换一种情况，价格从440美元较为顺畅地涨到750美元，净变化为310美元，期间每天变化的总和为554美元，效益比率达到 0.56。 数值越接近1，说明价格越接近直线运行，趋势越清晰。数值越接近0，说明价格虽然不断变化，却没有形成有效方向。把这个指标应用到2000年1月至2012年3月的期货和世界主要股指中，再用一个简单的40日移动平均趋势系统进行测试，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关系。低噪声有利于趋势跟踪，高噪声则会降低趋势策略的表现。在高噪声一侧，主要聚集着标准普尔500指数等股票指数。股指受到大量机构、散户、指数基金和套利程序的共同影响，价格容易反复改变方向。在低噪声一侧，则更多是短期市场利率、长期利率、美元交叉汇率以及部分能源和金属期货。这些市场受到货币政策、供需周期等持续性因素影响，一旦形成趋势，通常会运行得更加稳定。市场的噪声水平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电子交易、全球资本流动和市场参与者增加，北美股指的平均噪声在过去20年里持续上升。全球不同市场的成熟程度和参与者结构也在不断改变价格的运行方式，因此交易风格必须与数据频率和市场噪声相匹配。关注宏观趋势的长线交易者
更适合使用周线、日线等低频数据，在低噪声市场中跟随趋势。短线交易者面对高噪声市场时，则更适合使用小时线或分钟线，寻找价格偏离均值后的回归机会。策略是否有效，首先取决于它是否适合所交易的市场。价格图表上的每一段轨迹都是成千上万名交易者买卖行为的几何投影。当大量交易者带着贪婪、恐慌或犹豫敲下订单，这些动作最终会变成图表上的支撑位、阻力位和趋势线。市场最基础的状态是寻找均衡价格 （equilibrium price）， 也就是买卖双方在一段时间内能够接受的价位。在图表上，它表现为价格在狭窄区间内横向移动。买方认为价格足够低，愿意买入；卖方认为价格合适，愿意出售。双方的订单数量大致平衡。随着交易不断重复，横盘区间的顶部形成阻力，底部形成支撑。交易者又习惯把订单集中在整数价位，进一步强化了这些边界。一旦供给和需求严重失衡，横盘状态就会被打破。1975年，美国超市里的糖一度实行定量供应，价格最高达到每磅50美分。公众担心以后买不到糖，开始不计价格的囤积，大量买盘迅速把糖价推到高位。高价格随后刺激了供应，市场中的糖逐渐增加，公众也发现短缺没有预想中严重。买盘消失后，糖价快速下跌。在图表上，这种先陡峭上涨，随后迅速反转的轨迹形成了 V 型顶 V-top。 同样的群体行为也会出现在股票市场。2000年3月，纳斯达克100指数在科技股买盘推动下达到4816点，随后买方资金耗尽，指数迅速转跌。到2002年10月，纳斯达克100指数下探至795点，2年半内跌去了 83.5%。 无论交易的是超市里的糖，还是交易所里的股票，只要大量参与者在同一时间做出相同选择，图表上就会出现相似的结构。 V 型顶记录的正是买盘从集中涌入、逐渐耗尽到持仓者争相退出的全过程。当市场收盘后出现重大新闻，大量订单会在第二天开盘时集中执行。假如当天最低价高于前一天最高价，或者当天最高价低于前一天最低价，价格就会跳过中间区域，在图表上留下没有成交记录的空白，这就是缺口 gap。 缺口说明原有的买卖平衡被打破，价格可能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根据缺口所处的位置和随后行情的表现，可以分为4种主要形态。第一种是普通缺口 common gap， 它通常出现在没有明确方向的震荡区间，缺口较小，成交量也不高，没有重大新闻推动。活跃交易者会预期价格在几天内回到原来的区间，重新填补缺口。如果缺口迟迟没有被填补，就应该退出这笔反向交易。第二种是突破型缺口 breakout gap， 当价格长期在支撑位和阻力位之间横盘，大量订单会积压在边界附近。一旦价格越过阻力位或跌破支撑位，买单或卖单集中触发，便可能形成跳空。横盘时间越长，图形边界越清晰，突破型缺口越有意义。突破型缺口必须由随后的持续行情确认。如果价格跳空越过阻力位，并伴随较大的成交量，说明新的上升趋势可能已经开始。交易者可以顺着突破方向入场，而不是等待价格一定回到缺口附近。第三种是逃逸型缺口 runaway gap， 它出现在已经确立的趋势中间，说明原有方向仍在延续。当向上的逃逸型缺口出现在上升趋势中时，持有多头仓位的交易者可以把它看作趋势得到确认的信号，甚至作为增加仓位的位置。但趋势越强，价格越远离正常水平，反转时面临的风险也越大。第四种是衰竭型缺口
exhaustion gap， 它通常出现在一段剧烈行情的末期，连续上涨之后，最后一批买家集中入场，价格再次向上跳空，但市场已经缺少新的买盘，随后便可能反转并填补缺口。衰竭性缺口只有在行情反转之后才能得到确认。交易者可以在价格向下跌回缺口时建立空头仓位，并把止损单设置在前期高点附近。如果价格没有反转，反而继续快速上涨，就必须立即止损。缺口本身不是答案，缺口出现后的价格行为才决定它究竟是新趋势的起点还是旧趋势的终点。图表上的规律并不总会按照预期发展，一个形态成功时，只能说明买卖力量暂时符合预期，当形态失效时，市场暴露出的力量变化往往更加重要。头肩型 Head and Shoulders 是最经典的反转结构之一。头肩顶由左肩、头部和右肩组成，在成交量增加的推动下，价格先创出新高，形成左肩，随后价格回落整理，又在成交量缩小的情况下再次上涨，形成更高的头部。头部虽然创出新高，却没有得到成交量的支持，说明买方力量正在减弱。价格再次回落后，发起第三次上攻，但这次上涨没有超过头部，只形成较低的右肩。连接两次回落低点的线就是颈线 neckline。 按照传统规则，当价格向下跌破颈线时，完整的头肩顶得到确认，交易者可以建立空头仓位，也可以等价格跌破颈线后的第一次反弹，再寻找卖出机会，并把止损单设置在右肩或头部上方。但图表形态必须接受后续价格的确认，价格有时会跌破颈线，向下运行一两天，随后卖盘突然消失，价格重新站上颈线并加速上涨，这就是熊市陷阱 Bear Trap。 熊市陷阱说明卖方没有能力维持跌势，向下突破已经失效，之前建立空头仓位的交易者被迫买回筹码，进一步推动价格上涨。当价格重新越过颈线，并继续突破更高的阻力位时，交易者不应继续固守原来的头肩顶判断，而应平掉空头仓位，必要时反手建立多头仓位。牛市陷阱 Bull Trap 的原理正好相反，价格向上突破长期阻力位，吸引多头入场，却无法继续上涨，随后重新跌回阻力位下方，这说明上方卖盘仍然强大，向上突破已经失效。交易者应该退出多头仓位，而不是等待图表再次证明自己正确。图表不是必须服从的答案，而是需要市场确认的假设。当价格的实际运行结果与图形应该产生的结果背道而驰时，及时承认形态失效并反向操作，往往比坚持原有判断更加重要。把图表形态转化为可执行程序时，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不断增加新的指标和过滤条件。规则越多，系统越容易迎合过去的价格细节，也越难适应未来。奥卡姆剃刀定律 Occam's Razor 给出的标准很简单，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不要增加任何东西。20世纪50年代，美国市场研究者和技术分析师 William Dunnigan 曾开发过一套股票和商品交易系统，也尝试过使用固定波幅测量商品价格，但这些方法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他由此意识到，不同市场的价格水平和波动幅度并不相同，一套固定点数的规则很难同时适用于所有市场。在后续研究中， Dunnigan 把百分比变化、时间和价格波段结合起来，提出了推力 Thrust 的概念。所谓推力，就是价格在预先设定的时间内完成了一段具有实际意义的位移。它不是依赖主观判断的复杂图形，而是可以直接测量的价格变化。在最初的推力法则中，一个买入信号需要分成两步。第一天，价格必须同时满足底部测试、收盘价反转、
窄幅波动或区间内波动等条件中的至少2项。第二天，价格还必须出现向上的推力。如果没有后续推力，系统就不建立仓位，这样可以避免交易者只因为价格短暂反弹就过早猜测底部。Duncan 后来又把推力策略改进为单向公式 （One-Way Formula）。单向公式进一步提高了确认条件。对一个初级买入信号来说，后一天的最低价必须高于前一天的最高价，也就是当天整个价格区间都运行在前一天上方。但这还不能确认趋势已经形成，价格需要先形成双重底，或者在回调测试原有底部后，再出现一次向上的推力，才能生成更可靠的买入信号。如果第一次触底反弹后没有得到确认，就继续等待。后来，这套方法进一步简化，只有连续2天的最高价和最低价都高于前一天，才确认上升趋势。这个条件虽然简单，却能过滤大量短期杂音。它不再试图提前抓住最低点，而是等价格已经表现出明确方向后再行动。交易规则写成程序后，必须用历史数据检验，但回测的目的不是从过去的数据中寻找一条最赚钱的曲线，而是验证一项原本就有合理依据的交易思路，并判断它是否具备稳健性 （robustness）。如果把全部历史数据都用于调整参数，系统就会不断迎合过去已经发生的价格变化。它可能准确解释过去的每一次上涨和下跌，却无法应对未来从未见过的行情。这就是过度拟合。正确的做法是把数据强制分为样本内数据 （in-sample data） 和样本外数据 （out-of-sample data）。假设拥有20年的历史价格，可以使用前10年作为样本内数据，用来建立规则、选择参数和调整止损，剩下的10年则完全保留，不参与任何开发工作。样本内测试完成后，所有规则和参数必须锁定，再把这套程序放入样本外数据中运行。样本外数据代表系统从未见过的市场环境，也是检验交易思路能否适应变化的关键。样本外测试只有1次机会，如果测试失败，就不能再根据样本外结果修改参数，然后重新测试。因为一旦看过这些数据，它们就不再是样本外数据。继续调整只会把新的数据也纳入过度拟合，样本外的表现通常会弱于样本内。原书给出的判断是，信息比率从 2.0 下降到 1.0， 仍然可能是相当不错的结果。如果从 2.0 下降到 0.4， 就需要高度警惕系统是否过度拟合。样本外测试的意义不是要求结果和样本内一样漂亮，而是确认策略面对陌生行情时仍然有效。测试还必须满足足够的样本数量。按照样本误差的估算，如果只有1笔交易，误差率接近 100%， 只有4笔交易，误差率仍然高达 50%。 要把误差率降低到 5% 以下，大约需要400个独立样本。如果一套长线趋势交易系统每年只产生2-3笔交易，只测试一个市场，可能要积累100多年才能得到足够多的样本。更实际的做法是把完全相同的规则应用到股票、利率、外汇、农产品和能源等多个市场，再汇总所有交易记录。测试数据只有覆盖牛市、熊市和横盘阶段，对胜率、盈亏和风险的判断才更可靠。评估样本外表现时，不能只比较总收益。一套交易系统赚得更多，可能只是因为承担了更大的风险，使用了更高的杠杆，或者运行了更长时间。真正有意义的比较，必须把收益和风险放在同一个尺度上。最简单实用的指标之一是信息比率 （Information Ratio）， 它用年化收益率除以年度风险。年度风险通常用日收益率的标准差换算成年化波动率。这个比率衡量的是每承担1单位波动风险能够换取多少回报。假设交易方案 A 的年化收益率为 15%， 年化风险为 10%，
信息比率就是 1.5。方案 B 的年化收益率为 25%， 年化风险为 16%， 信息比率约为 1.56。方案 B 虽然承担了更大的绝对风险，但经过风险调整后，效率仍略高于方案 A。 为了公平比较不同方法，还需要设定统一的目标波动率 Target Volatility。 假设账户愿意承担的目标波动率是 12%， 而根据历史收益计算出的实际年化波动率为 23.8%， 用 23.8 除以12，得到调整系数 1.98。 如果保持账户资金不变，每笔交易的仓位就要除以 1.98。 另一种做法是保持原有头寸规模，同时把账户资金增加到原来的约 1.98 倍。两种方式的本质相同，都是降低杠杆，使实际风险回到 12% 附近。最后还要观察最大跌幅，它测量账户净值从历史最高点下降到随后最低点的最大幅度。最大跌幅能够说明在过去最恶劣的行情中账户曾经缩水多少，也能帮助估算实际交易所需的最低资本。但历史最大跌幅不是未来损失的绝对上限，过度拟合可能恰好避开了一次严重行情，较短的测试周期也可能低估风险。随着测试区间延长，既可能出现更大的利润，也可能出现比历史更深的跌幅。因此，实盘中不仅要观察跌幅大小，还要关注跌幅持续的时间，以及实际结果是否仍与回测中的收益和风险特征一致。如果一种交易方法投入实盘后便连续亏损，迅速接近历史最大跌幅，或者实际表现明显偏离测试结果，就应该暂停扩大仓位，降低风险敞口，并重新检查程序、数据和交易逻辑。风险管理的目的不是保证永远不亏，而是在交易方法可能失效时，避免一次损失摧毁全部本金。交易系统与方法是一本用数据识别市场结构，再用规则控制交易风险的交易指南。不要依赖临场感觉猜测下一步行情，而要先明确交易前提，再把入场、离场、止损和仓位管理写成清晰规则。当价格在低位长期横盘，波动变小，就在支撑线附近买入，把平仓单挂在支撑线下方。当价格带着放大的成交量向上跳空，越过阻力线，就在突破点顺势做多。当账户的实际跌幅超过历史样本外数据测试出的最大回撤时，立刻清空所有仓位离场。市场会随着技术、参与者和全球资本流动不断变化。真正稳健的交易系统，不是能够准确预测每一次涨跌，而是在行情与预期不同的时候，仍然知道应该做什么，并且有能力继续留在市场中。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